我们这节目呢，给大家说了有关《三国演义》里几位这来路不明的千古谜团。其实比这几位更加扑朔迷离的呢，是《三国演义》里边两个顶级谋士给大家带来的谜团。哪俩顶级谋士呢？咱们都知道有句话叫伏龙凤雏，得一日安天下。伏龙谁呢？就是卧龙诸葛亮。凤雏谁呢？庞统庞士元。这话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名声老早就在外头。他说刘备当初这东躲西藏的，就跑到个小山村，碰着一位隐居的世外高人。这个人谁？叫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留刘备住宿。第二天刘备走的时候，他告诉刘备叫伏龙凤雏，得一日安天下。这俩人你要得了一个，那天下都是你的。所以正因为这一句话，《三国演义》里边两个顶级的谋士诸葛亮、庞统，这才结下了千古奇缘。咱们这期不光说他俩之间的关系，更主要一点咱得比一比，说伏龙凤雏这俩谁能耐大本领高。再一个告诉刘备得一日安天下，后来刘备这俩人都得了，最后天下也不是他的。咱都知道三国归晋吗？其实等让曹操那会儿都给灭了，这是什么原因？咱们先得说一个话题，就是这诸葛亮和庞统这两个人在《三国演义》里分量差别太大。一个是呢黯然登场，一个是闪亮登场。何谓闪亮登场呢？诸葛亮那谱得多大，刘备三顾茅庐才把他请出来。说为什么是这样呢？首先我们说诸葛亮在搞营销上、推销自己上远胜于庞统。你看诸葛亮怎么推销的？咱们这个隆中对一开篇叫亮躬耕龙母，号为梁甫吟。每次比喻管仲乐毅，诗人莫之许也。为柏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蔚为信然。就说诸葛亮躬耕龙母，在南阳卧龙岗当个农民，其实他不干活，下边有长工的。号为梁甫吟，没事唱个曲儿，写个诗词弹弹琴，嘴里哼哼梁甫吟，这上古时候的乐曲。每次比喻管仲乐毅，就我好比春秋时候的宰相管仲，战国时候的治世能人乐毅，我好比这两位。你可别小瞧，这是他自我营销非常高明的方法。为啥？诸葛亮周围这不都是农民吗？种田的。诸葛亮专门对这些农民搞自我营销，给他造势。如果他跟知识分子造势，文人相轻，不一定捧他。他跟农民怎么造势呢？他天天摇着鹅毛羽扇，人家农民都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大中午出来了，摇着羽扇转悠。而且诸葛亮美男子，长得还漂亮。这农民一看，这个人也在咱这住，怎么不种地呢？天天摇着扇子直晃的，还长得还挺漂亮，这是大仙儿这农民一看跟我们不一样，说明这个人是高人。你看那金城武演诸葛亮，你为什么摇羽扇呢？我为了保持冷静，这才是说装大尾巴狼。而且呢，他跟周围宣传说这个人自比管仲乐毅。说管仲谁齐桓公时候的丞相宰相哟，他跟那大官一样。农民眼里他就认这官说这人跟他大官一样，这可是能人了不起。所以你看刘备三顾茅庐时一打听，说诸葛亮什么，农民都说了不起，管仲大官，怎么了不起也不知道。就说诸葛亮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周围的社会舆论当中把自己推销出去了。他搞营销很有一套。再你看刘备三顾茅庐，其实诸葛亮憋一肚子劲儿想跟刘备干，但为啥一顾茅庐二顾茅庐他不同意甚至不见面呢？这就是技巧。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说这个男孩追女孩，跟女孩表白我很爱你我就没有你我都活不了。这女孩说那行，没你我也活不了。俩人就成了。你这么容易就追到手了，就不一定珍惜。有的时候这男孩挺贱的，那越费劲越追不上他越来劲儿。这就是一种叫饥渴营销，给你制造一种饥渴效应，你得不到，越得不到越好，得到了不珍惜，太容易了。
做买卖都是嘛，这宁可要跑了，不能要少了。这里头有一定风险，但是一旦这大鱼钓上来，那就相当理想。所以诸葛亮为什么折腾刘备3次，让你觉得你得到我不容易，那你就得加倍珍惜我。所以诸葛亮在这方面的情商、营销水平非常高。那么相对比庞统呢，差多了，不是一个档次。庞统本来先天条件就不如诸葛亮。诸葛亮美男子啊，当年唐国强扮演，后来陆毅扮演，哪人不漂亮？可是庞统是个什么人呢？粗眉毛，这眉毛特别粗，短胡子，黑脸，鼻子往上翻翻着啊，就地道的丑男，长得难看。而在营销自己上，他也差远了。你看庞统呢，原来呢到这几个地方走过，说白了应聘去。先到哪儿呢？到江东找孙权，这个过程就特别失败。说白了，等于面试官招聘。那孙权主子呀，孙权上来人就问你了，你治何经典呐？意思是你是儒家呀、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呀？哪个流派的？拿哪个大学毕业证书啊？谁是你师傅？其实这很正常，咱现在你应聘人也得问哪个大学毕业的，985、211都得问呢。我知道你来历。庞统一听这个不愿意了，带大不起理的，我没啥流派，我随机应变，你需要啥我给你啥。孙权一听很不痛快，你这口气大的吓人呢，这你在我这主子面前还这么牛呢？啊，孙权说，我这能人异士也不少，有一个人你想必听过吧，姓周名瑜，字公瑾。周公瑾13官拜水军都督，乃江东大才呀。孙权说他什么意思？你少在我面前嘚瑟，在这显摆。周瑜你知道吧？我这有能人，就意思是教训他2句。庞统呢，一点没捋着胡子，言外之意啥？周瑜跟我能一个档次的，那这差远了，把孙权给气的。你这么小瞧我手底人，你就是藐视我，出，把庞统给撵走了。就这次求职经历是非常失败的，而且庞统这个人呢，不会借势，反而是有点小傲气，太牛了。而且后来他跟刘备啊没眼力见，为啥呢？你看这个谋士啊跟主子这关系很难处。诸葛亮虽然三顾茅庐的时候那大尾巴狼装的啊，这个什么草堂春水足，窗外日迟迟，给张飞恨他，一会儿放把火把他抓起来，恨成这样。可是真见到刘备的时候，人家诸葛亮捧刘备，就是人家会拍马屁。可是庞统呢，情商不行，他跟刘备入川呢，打刘璋，打了一场胜仗。晚上不庆功宴喝酒吗？刘备乐的也喝多了，我这今天高兴，我打胜仗好，我心里头舒服。庞统也喝多了，歘一盆冷水泼过来。哎呀，主子呀，我看你呀不对，是咋不对？你素来标榜自己仁义，打自己兄弟打了胜仗，占人家地盘，这是非正义战争啊！完你乐成这样，你不假仁假义吗？你说刘备得气到什么程度？刘备一贯玩这一套，没让敌人给戳穿，让自己人给戳穿了。刘备当时就打的酒宴不欢而散。过了一天，刘备酒醒了，哎呀，我平常装的挺像啊，我哪能这时候漏了呢？赶紧把这庞统叫来。这昨天这事儿啊，我觉得咱们的有错，意思让你这庞统有台阶，给我认个错得了。庞统说，要说有错，咱俩全错了，根本不认这账。所以说庞统在情商和自我营销方面照着诸葛亮差多了。那么说情商自我营销这软件，那两军阵前对垒出智谋，这可是硬件啊。既然他跟诸葛亮并列，他硬件照诸葛亮差多少呢？不差。咱们看庞统这辈子，你要总结他干的事儿，因为他死得早，他总共就是干成了2件成功的事儿，2件失败的事儿，而且各分成大胜小胜、大败小败。
加起来4件事。何谓大胜呢？咱们上集说了，10口肉献连环，就献连环计，让曹操把船拴一块儿，结果周瑜一把大火把曹操烧这个惨。这没有庞统献连环计，火烧赤壁不会有这么大胜。这是庞统很漂亮的一件事。小胜是什么呢？前面我说拿着2封推荐信见刘备，不拿出来。刘备也不知道，是都知你庞统名气大，可是我现在我身边有诸葛亮啊，那怎么整？这么着吧，试试你多大能耐吗？给他派一个100里地的小县城当着县令去。结果他去了以后呢，这庞统来劲了，天天在衙门里喝酒，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3个饱1个倒，老百姓击鼓喊冤不理，退堂。结果这事一传张飞耳朵里，张飞说这不行啊，我哥哥让你当县官，你就这么干。张飞拿出当年鞭打杜佑那劲儿，到下边视察去了。一进衙门里边一鼻子酒味，弄得张飞都想喝了。一看呢，庞统庞士元在这个大堂之上那椅子那儿睡得呼呼的。张飞过去拍你给我醒醒，怎么回事呢？完，庞统一睁眼睛，三将军来了，舌头喝的都短了。张飞质问他，我可听说你100天没理这个政务啊，那么多百姓击鼓喊冤，积攒多少案件你不断？他倒是小事儿，升堂，把这100天来所有冤枉案子你们都来。庞统是耳朵这听，嘴里头说，笔下写，两边师爷衙役给断，送回去。唰唰没半天，100天的公务全处理完，把张飞看傻了。这真有能耐，这个人啊，这么聪明。这时候张飞回去跟刘备说，庞士元非100里之才呀，100里地搁不下的。这刘备才开始重用他，所以这是他干的第2件很有光彩的事。说2败是什么呢？有一小败，有一大败。小败是什么呢？刘备入川要夺自己宗亲刘璋的地方，你把请来吃饭，你是他哥哥呀，汉室宗亲他得来给你面子。吃饭过程当中啊，我命大将军魏延，魏延站起来说，我舞剑助兴，舞他跟前噗一剑，把他捅死，以绝后患。其实厨艺不咋高，咱们谁都知道鸿门宴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说白了，老刘家老祖宗就差点死到这上。结果人刘璋下边有武将呢，像冷包这些人一看，干嘛呀？蹭蹭蹭都站起来了，一下站起5、6个啊！你一人独舞，不如众人一块舞。苍凉把剑就亮出来了。这架势根本不是要舞蹈，就是要打仗，要出人命。刘备站起来，刘璋这，哎呀，这，我们兄弟俩，你们这干嘛？不可动刀兵，把这事就压下了。所以这是庞统之小败，没成功。这没成功，还怪魏延演技不好。还有一大败，这大败就送了庞统性命。就入川之后呢，说这刘璋已经有准备了，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咱得主动进攻啊。庞统就出有上策、中策、下策，给刘备出，说下策太缓，上策太急。刘备说咱中策吧。刘备引一路军马，庞士元引一路军马。结果庞统带着这一路兵丁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落凤坡，犯了忌讳，他叫凤雏，落凤坡。这儿中了刘璋手底下大将的埋伏，结果人家万箭齐发，乱箭穿胸，把庞统射了。所以当然这个呢是有点迷信，说诸葛亮死到5丈原，庞统死到落凤坡啊。你要如果把庞统这几件事综合在一块看呢，庞统的智商不比诸葛亮差，计谋上挺厉害。那么也就是说，硬件他不比诸葛亮差，软件要弱于诸葛亮。那么这事我们就要解释一个谜团了。司马徽说了，伏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刘备这俩都得了，为什么没有安天下？这个要诀就在于啊，得一而安天下，你得俩就安不了了。说这什么混账逻辑呢？有那么动画片大伙记着吧，3个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没水吃，就这个道理。诸葛亮当初为什么选择刘备？他为什么不投
孙权呢？孙权有周瑜、鲁肃、张昭众多谋士，他为什么不投曹操呢？曹操有郭嘉、程昱、荀彧、荀攸，就诸葛亮到那都得有个实习期，他不像到刘备这公司没人直接上岗。而诸葛亮到这把持大权之余呢，也给刘备招揽人才，但招揽这些人才也是武大郎开店，没给刘备招什么第一流人才。这下蹦跳出个庞统来，你想想，跟他能耐不相上下，诸葛亮心里能痛快吗？反过来到庞统这儿也是如此啊。庞统一辅佐刘备，刘备一张嘴，我家军师说呀，庞统心说诸葛亮是你爹呀，说啥你都听，我在这我还怎么说话？所以这两个人一凑在一块儿，肯定得顶住，这是一定的。而且诸葛亮头一回见庞统，俩人就不和，那是赤壁之战结束之后呢，三气周瑜的事儿，把周瑜气死了。诸葛亮到柴桑吊孝，演技派，结果把小乔夫人呢、鲁肃啊，还东吴群臣都感动了。看来我家都督心胸狭窄，人家诸葛先生跟我家都督惺惺相惜，都被诸葛亮给迷惑了。结果诸葛亮一出来碰着庞统了，庞统哈哈大笑，说：“好你个诸葛孔明啊，你把这个周公瑾气死了，你现在又假慈悲。你跑这儿来又吊孝来了，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我吗？咱们都千年狐狸，玩什么聊斋？”直接给戳穿了。诸葛亮也哈哈大笑，其实一边笑一边咬后槽牙呀，恨呐！为啥呢？你这个如果一旦有的事儿，你啪嚓给点破了就完了，就看透不说透，还能做朋友。我知道这事，但我不说透。可是庞统这嘴损，舌尖牙利，直接就给戳破了。诸葛亮心说哪儿都有你，心里都恨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跟庞统就不和。所以这二位咱们一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情商、智商、自我营销样样皆通，而且精通心理学。庞统呢，智商很高，其他方面不如诸葛亮。诸葛亮搁在现在都能当心理学家，就说诸葛亮的综合能力好于庞统。这就好比呢，我们上学那时候说谁高考状元，大家很重视。可回过头这些年看，从那个7、8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历年的各省的高考状元很少成为这个行业里最顶尖的人物，就很少成为行业里顶尖的精英。为啥呢？高考状元在我们那时代就是认真学习，说白了学课本智商高，但其他应对社会问题的情商有时候不那么高。所以你光一样行，你在社会上不见得能成功。当然咱们不是说在这儿呢要学习诸葛亮啊这些阴谋诡计啊，怎么害人呢，怎么算计啊，这是次要的。最主要诸葛亮这个人呢，谦虚冷静，审时度势，而且不招人烦，不像庞统有时候戳人肺管子。我认为这方面情商层面的东西值得现在年轻人学习，尤其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么多，你怎么能尽快在职场上站稳脚跟呢？那么诸葛亮这一套属于情商层面的东西，高于庞统的东西，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琢磨。今天我们给大家呀说一说这个三国当中的女人。咱们很多观众朋友说三国里头女人，可能熟读《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三国是男人戏。你看里头的主角一开场，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刘关张，到后来曹操啊、孙坚啊、袁绍、袁术啊，基本上都是写男人。那么不等于这样的小说里头就没女人一点事儿？有，而且往往越是男人戏多的时候，偶然出来一个女人，可能对这个小说来说就是个奇峰突起的关键所在。那咱今天呢，就给大伙说说三国里几个很特殊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在历史真实当中和大家《三国演义》里看到的还不大一样。咱们说三国女人，大家先想到谁呢？恐怕99%的男同胞会想到貂蝉。为啥？貂蝉漂亮啊！我小时候看三国，看到貂蝉这儿我也愿意看，因为那阵有那画片中国古代4大美人，咱都知道是谁，貂蝉、王昭君啊、杨贵妃、西施，而且有那么8个字形容这4位，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说这4位长得漂亮，什么意思呢？咱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沉鱼是指西施。说这个西施啊，西施浣纱就是洗这个布什么的，在这个河边，她长得太漂亮了，在这洗东西的时候呢，河里的鱼就看她，这鱼都知道，哎，这女的长得好看。看的过程当中呢，这鱼忘了游动了，这不停在水里了吗？哎，一点点就沉下去了。就是这鱼啊，被这个西施的美貌吸引啊，自己都忘记游泳了。落雁说的是王昭君，跟这个沉鱼一回事。昭君出塞，天空中的大雁飞过，这大雁一低头一看，王昭君这么漂亮，看着忘了扇动翅膀了，啪嗒掉下来了，这叫沉鱼落雁。那闭月羞花呢？闭月说的是貂蝉，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这杨贵妃怎么个羞花？长得很漂亮，哎，再喝点酒，贵妃醉酒嘛，大晚上的在花园里溜达，这花见着这个杨贵妃了，都不好意思了，我没你漂亮，自个儿就谢了，躲起来了。这个闭月说貂蝉是什么意思呢？据说这个貂蝉呢，出生之后，他家附近呢，山谷里的桃花、杏花啊，开了就谢，开了又谢。这是怎么这么奇怪呢？说天上的月亮，哎，见着貂蝉了。咱不有说法叫貂蝉拜月吗？说貂蝉这个10来岁亭亭玉立的少女，焚香拜月，这月亮从云彩里出来，看着貂蝉。月亮里有谁呢？有嫦娥。嫦娥长得漂亮，她要不漂亮，猪八戒能犯那么大错误吗？是不是？所以这嫦娥在天上一看，哎呦，这貂蝉比自个儿漂亮，不好意思了，滋溜钻到月亮里头去，然后这月亮钻到云彩里头去，这叫闭月。所以说貂蝉闭月之貌，就说这长得好看。那三国里头呢，这貂蝉呢，在历史上是个什么人物呢？咱首先说貂蝉呐，这是他的名字，不知道这个貂蝉姓什么，哪儿来历不清楚。而且貂蝉这个名字呢，其实就随便抓来的名字。貂蝉是什么意思呢？就过去啊，帽子上头，哎，女人过去在宫里戴那帽子，帽子上头有一种饰品，就类似我们现在说插个羽毛啊，弄个什么银首饰那类东西，过去管那种饰品叫貂蝉。说他怎么叫这么名字呢？因为貂蝉呢，不知道小时候出生在哪儿，家世如何，稀里糊涂呢给弄进宫里去了，打小就弄进宫里去了，弄进宫里呢当一个小侍女宫女，管什么呢？就管着帽子。所以人家因为他管着帽子，就这帽子上面饰品的名字给他起个名叫貂蝉，是这么个意思。就像说孙悟空上天，人管叫弼马温，他就管马的官儿，这就是一个说白了小小官职的名字。那么说貂蝉出身这么寒微，怎么后来能干这么大事呢？那是因为啊，东汉末年我们都知道，三国一开篇有10常侍之乱，10个宦官把后宫闹个乱七八糟，所以这宫里一乱，这貂蝉呢就流落到民间去了。流到了民间，这时候貂蝉10来岁了，已经长得很漂亮了。被谁发现了呢？就是后来的这个司徒王允，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这王司徒把他发现了，就给收回到家里当个歌女。说当歌女，咱都清楚，那女人那个时候啊是男人的私产，说是收回当歌女，其实就是王司徒的小妾，哎，伺候司徒睡觉。那后来他是怎么出来，说又跟吕布又跟董卓的呢？这个王司徒在家里犯愁，他心里头对董卓不满，想把董卓弄死，可是董卓下边能人太多，典型的就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人有本事，而且认董卓当干爹，不把他俩拆开，他实现不了自己的想法。他正犯愁呢，赶上在家里看着这貂蝉了，确实漂亮，但王司徒那时候心里想着国家大事，没工夫理女色这事，突然看见貂蝉，想起来，我手底有这么漂亮的人，这可是个办法呀。王司徒下边就使上连环计了，
把吕布啊弄家里来我请这个君侯吃饭。吕布来了说我这有人给你跳舞助助兴，就把貂蝉叫上。这貂蝉一顿媚眼使，真勾啊，跳的吕布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吕布一看这么漂亮，说这谁呀？王司徒说这个呀是我的女儿，我准备呢把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那吕布当然高兴了岳父大人，马上就跪下磕头。吕布兴高采烈回去等着了。第二天王司徒又请董卓到家里来，也是这一套，貂蝉上来跳舞。说这老色鬼一看马上都晕了，哎呀这个太漂亮了。这个时候王司徒说了，这就我家里一个歌女，我愿把她呀送到您府上伺候您去。那董卓还不乐意，我正有此意，跟我走吧。他把貂蝉带回去。吕布到王司徒府上就气得大骂，说这老贼这么好色，霸占貂蝉，我这口气难出啊，可惜我们这爷俩。这时候王司徒说了，怎么能算爷俩呢？他认你当干儿子，他有目的呀，他想让你保他呀。再说你姓吕，他姓董，你们俩怎么能算爷俩呢？这话一拱火，吕布说可也是啊，那我誓杀老贼。就这么着才有后来吕布在这个散朝的时候，方天画戟一斩，把董卓刺了。这时候董卓之乱在东汉末年才算结束，后来才有群雄并起，曹操袁绍、刘备这些人。所以说貂蝉这一前面勾引吕布，后边勾引董卓，等于改变了《三国演义》后边的格局。那么后边我们了解到，《三国演义》里也写了，说这个貂蝉呢，董卓死了，他又跟吕布了。可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给斩了之后呢，三国里再就没提貂蝉。这野史里边写貂蝉的下场写的比较多，那么正史里头呢，压根就没提过貂蝉这么个人。也就是说，貂蝉呢，应该说是《三国演义》杜撰出来这么个人。那么咱们下面说这个女人呢，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有意思的是呢，历史上真有这人，可是《三国演义》咱们看2版电视剧，90年代一版，前一阵高希希那版都没提这人。这个女人叫什么呢？姓甄，西土瓦这个甄，叫甄宓。我们管她叫甄夫人，她名气非常大。我们都知道曹植，曹操的儿子，了不起的文学家，写过一篇赋叫《洛神赋》。这个《洛神赋》就是歌颂这个甄夫人。那么这个甄夫人，我们说漂亮到什么程度呢？但凡过去女人漂亮，光长得好不行，你还得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美人气质各方面都好。一般由什么人鉴定呢？过去管文人墨客叫文人骚客，说这些人呢，对女人的鉴赏力很高。你要说2个大文豪同时看上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了不地了。那这个甄夫人好到什么程度？让3个大文豪同时看上了。哪3个呢？还是爷仨。建安七子里边，老曹占3个，爹曹操，大儿子曹丕，下边曹植，爷仨都看上了这一个女人。那么说这甄夫人多大能耐呢？这个甄夫人呢，本来是袁绍的2儿媳妇，是袁绍的2儿子袁熙的夫人。这不官渡之战之后嘛，袁绍的势力一天不如一天，没等曹操打他呢，他里头先自个儿打起来了，窝里斗了。这时候曹操趁机直接把袁绍下边他这儿子什么啥都给灭了。打扫战场的时候，曹操特地嘱咐手下人给我注意啊，有件战利品必须给我弄回来。谁呢？就这甄夫人。前面咱们说了，曹操就喜欢人家老婆，早就知道说这甄夫人漂亮的不得了，一定把她给弄回来。别人不了解，他儿子知道。曹丕知道自个儿爹有这毛病，我得给我爹负责任，所以提着刀找着甄氏夫人，就要把他杀了。可是一见着甄氏夫人，他这刀提起来眼睛就直了，太漂亮，下不去手来。
当机立断决定把这甄氏夫人娶回家。你不是说小老婆，我的正房，那时候曹丕还没结婚呢，你是我的正房夫人。所以这么一来，曹操不好意思了，不能跟儿子抢媳妇儿，这等于他儿子把他都娶了，所以只能听之任之了。所以这个甄氏夫人呢，最后成了曹丕的媳妇。那么说这个甄氏夫人有这么大的魅力，不光是长相，前面我说她有能耐，而且她呢也很有心眼儿。她跟曹丕结婚以后呢，她觉得自个儿来路也不是很正，你看还是原来敌人袁绍那边的，是袁绍的儿媳妇。她为巩固自个儿位置呢，也挺能巴结，巴结到曹丕的亲母亲啊，卞夫人。有个典型事例，这是公元216年呢，曹操起兵打孙权，一道上呢要带着下边的晚辈长见识，就把曹丕的俩孩子，就甄夫人生的俩孩子，一儿一女给带到身边了。然后呢，曹丕他母亲这卞夫人不放心这孙子孙女，也跟着出征了，在外面打仗打了1年回来了。再看在家里待着的这个甄夫人，养的又白又胖的，粉白粉白的。这个卞夫人心里不痛快，就跟自己儿媳妇说：“你有1年没见着你的这一儿一女了吧？这是你的孩子呀！出去打仗风霜雨雪的，你不仅不惦记，你还养的白白胖胖，这恐怕不对吧？”照理说，老婆婆这么责难，对甄夫人来说这关不好过。但没想到甄夫人轻描淡写就给化解了。哎妈，你看你这事说过了，这俩孩子出去是出去了，可是跟着自个儿奶奶出去的，跟着卞夫人您呢，跟自个儿奶奶出去，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比我不强多了吗？哎，这一说，老太太心里高兴了。所以你看，这个甄夫人说话上很厉害，可是这么一个厉害角色，后来下场不好。就是曹丕称帝之后啊，册封皇后，本来先娶的甄夫人应该册封她，可是这个时候呢，曹丕对这个甄夫人呢，多少有点厌倦。这美味常吃不觉得香，这是道理。这时候曹丕呢，宠爱了后来的郭皇后。这郭皇后为曹丕上位也出过主意，所以就把这个郭呢立为皇后。甄夫人不愿意，叨了起鼓抱怨。曹丕一看，你这长舌妇在家也没意思，赐你一杯酒吧。过去我们都知道，赐杯酒不是好事，里头鹤顶红孔雀胆的，反正喝下去，甄夫人就死了。就这么的了不起的人物香消玉殒。那么这时候他死了，心疼坏了一个人，曹丕他弟弟曹植。曹植也喜欢甄夫人，当年就是一见到这甄夫人惊为天人，太喜欢了。可没办法呀，这是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时候甄夫人成他嫂子了。所以当时曹植写了篇什么呢？不说洛神父母，不是，原来叫感甄赋，感动的感，甄夫人的甄，就是见到这个女人了，我很感动，我要写下她，是这个意思。说怎么后来改叫洛神赋了呢？曹丕他儿子曹睿，就曹植他侄子。这曹睿掌权以后呢，一看这感甄赋写的啊，说这甄夫人你看啊，脸多漂亮，脖子多漂亮，腰多漂亮，胳膊腿怎么着，身上穿着打扮，甚至内衣都写了。这曹睿心里头别扭，为啥没这么写的？哪有自个儿叔叔写自个儿妈这么写的？这不成了白驼山欧阳锋欧阳克那关系了吗？所以这个曹睿有点受不了了。你说这么热情的赞美自个儿嫂子，赞美我亲妈，他还是我叔叔，这什么事儿？所以当时曹睿做主，把这个给我改，不能叫感甄赋，改名叫洛神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洛神赋，不是曹植自己原来起的名字，是他侄子曹睿起。相反，三国里边呢，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呢，很重要的女人有一个不能不提，那就是孙尚香。咱都说孙尚香都知道，这孙权他妹妹嫁给刘备了吗？后来孙尚香在《三国演义》里啊，这名字是后来啊编戏的人写甘露寺给他起名孙尚香。
也顺道呢把这个中间有个大媒人乔阁老给他起个名叫乔玄。其实《三国演义》里头根本就没有乔玄、孙尚香这名。孙尚香在《三国演义》里叫什么？叫孙仁，仁义道德的仁。你听这名字不像个女人的名。那么孙尚香三国里头，我们知道周瑜出的主意，说这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咱得想个办法呀。说听说这个刘备的夫人甘夫人刚死，周瑜说这可是个机会。刘备呢身边没人了，咱借这个机会提亲，把主公孙权您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然后刘备过江东来完婚，咱就把他扣住，以他为人质，你荆州不就要回来了？这周瑜的主意。可万没想到诸葛亮呢来个将计就计，让刘备一过江东就大喊大叫的，我来这个结婚来了，然后拜会乔阁老。乔阁老厉害呀，大乔是孙策的老婆，小乔是周瑜的老婆，所以在江东他有地位。乔阁老听还有这事儿呢，就进宫里找吴太后，恭喜呀，太后啊，听说您这要嫁姑娘。吴太后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说这孙尚香要嫁给刘备。吴太后说，我哪知道这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把孙权找来。孙权心说，这事儿不能跟你说，是假的。但是这一下弄假成真了。三国里说孙尚香反倒喜欢上刘备了，俩人和和美美结婚了。所以说周瑜周公瑾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就这么段历史。后来孙尚香跟着刘备到了荆州了，这个婚姻也就维持了2年。刘备呢带兵呢打西蜀走了，孙尚香自己在这个荆州那边。孙权一看，赶紧派人把船什么都弄过来，要把孙尚香弄回去。弄回去还要干嘛呢？捎带着把阿斗带着当人质，搁这个想跟刘备换荆州。这一点三国里边写了。最后赵子龙截江夺阿斗，赵云在江边拦他，你不能走。后来呢说，我做不了主不要紧呐，我哥哥张飞来了，说我能做主啊，你得是我嫂子，阿斗是我侄子，你怎么说带走就带走呢？所以张飞赵云截江夺阿斗，孙尚香自个儿回东吴了，孩子没带过去。这赵云这么负责任，那是当年阿斗命就他救的，虽然这孩子傻了吧唧的，但那也毕竟是皇种啊，不能扔。所以这孙尚香再回到江东可完了。为啥？江东人怎么看孙尚香呢？你是我敌人刘备的老婆。那刘备这边怎么看孙尚香呢？你是敌人的卧底。所以说两边呢都不拿他当自己人，飞禽不认他，走兽不认他，孙尚香成了蝙蝠了当时。所以在那边日子很不好过。后来是什么结果呢？有的野史记载啊，刘备后来不是火烧连营800里，一股急火上来病倒了，然后白帝城一命归天，死前托孤，让诸葛亮照顾好后主刘禅。说刘备死的这消息传到江东，孙尚香管怎么着，那是跟刘备过一回，算他夫人呢，一股火上来投江自尽。现在长江边上几个地方还都有孙夫人投江处纪念。所以说这孙尚香命非常不好，所以这个是孙尚香的历史真实面目。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孙尚香、甄夫人和貂蝉这几位。你看在三国那样一个年代，一个女人她的命运取决于什么？完全取决于男人。可惜那个时候呢，男的也不拿女的当回事儿，对女人来说很悲惨。但是不论那个时候还是我们今天，有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一个女人如果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到男人身上，恐怕她的下场好不到哪儿去。我想这个道理不光是三国那时候，对我们今天一些女同志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